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节目，我是公子沈。就在昨天，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演讲，结果现场遭到了抗议，当时现场的画面被拍了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谢峰 you come to paint the illusion of a prosperous China, but your hands are painted with blood. You robbed the Hong Kongers of their most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devastated their democracy. Now, in my country, Taiwan, you sought to do the same. Taiwan, people die! 80% of Tibetan children are forced into colonial boarding schools that are aimed to destroy five Tibetan people's existence. Shame on Xianfeng! Shame on Xianfeng! 2 million Uyghurs are locked in concentration camps. They are subject to rape, torture,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sterilization. Shame on Xianfeng! Free Tibet! Free Tibet! Free Tibet! Free Turkestan! You have blood on your hands! You have blood on your hands! Guilty of genocid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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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hame on Xianfeng! Shame on Xianfeng!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ee Tibet! Free Tibet! How can you be here whe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in direct contravention of every human rights law in the world? You are a representative of a government that advocates for genocide. The genocide of the Tibetan people, of the Uyghur people, the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The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You are a travesty. You do not deserve to be here. This is a free country. You do not accept transnational oppression on this country, in this continent. You are ashamed of the state of institution. Shame on you, shame on you. let me just remind everyone that the reason we have this forum is to encourage discussion, fruitful discussion, where people can actually exchange ideas. 看得出抗议他的人，其中有的人是来自于藏人组织的，还有一个女孩，从她抗议的内容当中可以看出是台湾人。我必须要为他们鼓掌，干得好，干得漂亮。就是共产党在新疆、西藏、香港，包括台湾，这么多侵犯人权、倒行逆施的做法，怎么可能没有任何的代价？怎么能够让一个代表独裁政府的官员在美国自由民主的土地上大摇大摆？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哪怕让他们尴尬，让他们血压升高，让他们下不来台。当共产党倒台的时候，这些人当然都要被绳之以法。这些人在支持一个政府犯下反人类的罪行，怎么能够不受到法律制裁？但是由于今天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其他国家因为要维护跟中国的关系、国际关系，所以说他们还有恃无恐。所以这时候就需要这些行动派站出来，告诉他们有人在抗议，你的这种行为，你在维护这个政党，你拿着这笔狗粮是要有付出代价的。虽然这个代价并不是很高，但是它是有成本的，一定要释放出这样的信号，告诉他们，他们不是可以为所欲为，总是有那些支持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的人在盯着他们。你那套专制体制，只要出了中国，在其他的自由民主的国家是玩不转的。我们是反对你的做法，不相信你这套理论的。这是一方面，释放一个对中共的信号；另外还是对全世界，这更重要。对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共产党，都在拥护共产党。我们出了国，到了海外，我们尊重自由民主，相信人权、法治这些最基本的公民概念。我们跟共产党要划清界限，这是为未来的就是冷战的排华，或者是未来中美之间的这种进一步的冲突要做准备。一定要告诉西方世界，不是所有出身中国的人都是支持中国政府的。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海外的华人被这些所谓华人社团、华人组织所代表，被他们强行代表。当大家看到一个华人组织在支持共产党，在维护共产党的时候，甚至替共产党去侵害美国利益、侵害西方社会的时候，华人群体要不然就是跟他们配合支持他们，要不然就是把嘴闭上也不说话，也不反对。
这个时候，请问西方社会怎么来看待华人海外的 Chinese？ 觉得你们跟 China 难道不是一条心的吗？那你跟一个敌国是一条心的，那你对我们这个本国就是一股破坏力量啊。所以说，中国人的或者说不能说中国人啊，就是海外华人或者从中国出身的这些移民，在海外受到歧视、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另眼相看，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应该从自身找原因。一味的去骂别人 Asian hate 之类的，没有任何意义。怎么 Asian hate 了？人家 hate 韩国人吗？ hate 日本人吗？没有啊，他为什么就只 hate 中国人呢？所以他不是 Asian hate， 不是这个仇恨亚裔的问题，而是来自中国的移民或者是留学生并没有树立一个很好的形象。当然，到全世界各地旅游的中国大爷大妈这些游客的素质这个是一方面啊，但是这并不是全部。更多的是海外的代表华人的这些组织、商会、同乡会，他们的表现。每次出现在英文主流媒体的头条，都是充当了共产党的帮凶，替共产党搞统战大外宣，被 FBI 盯上起诉，天天都是这种信息。那你中国人在我们这个国家到底在干什么？所以说，我们要为这些当面抗议泄风的人要鼓掌，要欢呼，要感谢他们替我们海外的华人部分移民和留学生证明。当然你可以说在演讲当中打断别人是不礼貌的，是破坏这个会场秩序的，你可以这么说，但是这都是小事儿，这只是礼仪问题。可是你讲话的人正在屠杀人民，正在压迫人民，正在把人民关进监狱，剥夺他们自由跟权利，请问孰轻孰重，对吧？这些抗议者不是最后还是被嫁出去了吗？对吧？被请出去就可以了。那么从这儿也可以看得出，他们抗议还是很有策略的啊，就是接连不断的先出现一个人，然后被带走啊，然后当这个把他们带走的人在离开的时候呢，这时候另外一个人再站起来啊，然后那些人还得走回来再把这人带走，对吧？这样的话时间可以持续长一点，抗议的时候可以多说一点，多表达一点啊，这也是一个抗议的技巧啊。而且这种抗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都穿着西服革履，在哈佛大学这样的高等殿堂，你去抗议比在这个中领馆门口或者在大街上抗议更有效果，就是因为这些在座的人很多都是精英，不管是哈佛的教授和哈佛的校方，社会精英，对吧？都是有文化、有素质、有修养的人，在他们面前抗议，我觉得效果更好，就是可以实现一种反差。这种反差就代表了我揭露你们的真面目，别给我戴一副假面，就好像内心深处支持自由民主，就好像已经变成了现代文明人似的。但是你们满脑子专制思想，你自己国家那个体制还是一个皇权专制体制，对吧？表面上西装革履了，但实际上还是梳着辫子，这个辫子还没有剪断，把这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给揭穿，我觉得非常过瘾，非常解气。所以需要行动派能够出现在国外，给这些中共的走狗党棍制造麻烦，这就对了。所以不能只是向我们讲述发生了什么，还是有人要有行动的。所以我要感谢他们，他们有这样的做法之后，也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宣传出来啊。所以现在我有些节目我都会有英文翻译的字幕，就是特别讲到国际关系的时候，就是我想让哪怕是英文的观众，如果他们看到的话，他们也能够理解，就是说还是有中国出身的人是赞同他们的价值观，跟他们一样是反感现在的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否则的话，他们真的会以为所有中国人都是中党爱国的，到了海外还在胳膊肘往外拐，哪怕入了外国国籍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国籍，却心向祖国，支持一个独裁专制政府，甚至帮这个政府去侵害本国的利益，充当共产党渗透这些国家的工具。我做这个节目讲这么多，苦口婆心，目的之一就是要树立一个更好的华人形象。还是有遗憾的地方，就是这次的抗议当中，我们看到来的人有台湾人有藏人，但是华人去哪儿了？还有香港人去哪儿了？其中这个男生提到 Hong Kong， 对吧？ Occupation of Hong Kong 等于是在替香港人在说了，那么香港人自己有没有站出来，对吧？所以我觉得未来可以把这个行动更加的 coordinated， 大家的目的都是要对付共产党，那就应该求同存异，大家一起来合作，共同抗议。当然了，可能这个会场不是所有人能够进得去的
毕竟是这个肯尼迪学院嘛，所以他们去的人那个学生本身可能也是哈佛的学生。但是不管怎么样，这2、3位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相对应的就是我们看到现场画面，那个女生被架走的时候是谁动手了？不像有个男生被架走是保安出面架走的，而这个台湾女生是被一个中国留学生强行拖拽出去的，她并不是保安。她为什么这么积极的充当中共的打手呢？我们看看这个人的背景就知道了。他实际上是这个活动的协办方之一，就是在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联合主席。他的名字叫邹宏基，来自于北京。说到北京这个词儿，有点不太好意思啊。我们北京又出了一个知名的粉红。他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他曾经在杜克大学驻中国的昆山分校读书，后来获得哈佛大学的公共政策的硕士 offer。 他并不是学医学或者学理工科，钻研某个技术的 nerd， 他不是，他是学国际政治经济的，他不是对国际政治经济一无所知的人。 OK， 但是他却非常主动的充当了这个中国大使谢锋的打手。那最可笑的是，我看到昆山杜克大学的一个对他的介绍，说他和他的双胞胎兄弟共同获得了昆山的 offer， 说这个弟弟邹宏基在探究世界公民教育在发展中国家普及的可行性，说要为这个联合国的推动全球公民教育普及项目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普及提供战略设计。网络上还有一篇文章是他讲为什么选择昆山杜克，谈论他在昆山杜克的学习经历。他说他知道要用包容的心态来对待事物，也希望自己能够增加跨文化交流经验。这个时候大家不觉得非常 ironic 吗？特别的讽刺。这个人他不是一个无知小白，他是一个粉红，而且是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所谓的什么促进公民教育世界公民、跨文化、多元文化，这些词汇本身跟中国现状完全脱节，就是普通的中国人连最基本的公民权利都没有，然后你跟我说要普及世界公民教育，这不是很搞笑吗？你连最基本言论自由都没有，政府都不给人民，你告诉人民应该成为世界公民，那你这个公民意识觉醒难道不应该去反对共产党吗？反对共产党限制你的自由，对吧？所以你讲了半天我们要促进世界公民教育，结果还支持一个专制独裁政府去剥夺公民权利。喂，你这不是自我矛盾吗？那我只能证明一点，就是这些人就是伪君子他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获得名和利，因为他们做的事情能够给他们带来名和利。世界公民、多元文化，那么联合国多么高大上，对不对？他能给自己带来名利，那就够了。但是真正的能够对中国产生任何的效果，能够帮助中国进步吗？没有。他不仅不会，还在支持一个政府搞愚民教育，把人民都当成愚民来管制。所以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讲那么多西方社会的概念，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从内心深处就不接受，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已。如果他真心的支持公民参与到公共政策当中的这权利，那么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的表现，这么积极的去打压公民意识、公民行动，去充当一个专制独裁者的打手。那他为什么这样扭曲呢？这样言行不一呢？那就看他出身了。我一看他的履历就立刻有共鸣，因为他跟我的出身非常相似。他也是在北京海淀区一个大概率是体制内家庭出来的。当然因为我出国比较早一点可能天生有反骨，有点嫉恶如仇，所以就没有走上体制内道路。他如果在北京海淀区成长，就像我一样，其实很难看到外部世界的。他接触的都是那个体制内的小圈子，不管是学校还是政府大院就他没有对这个世间的感知能力，他见不到什么是真正的苦难。然后他大学又是在外国的大学虽然是在中国的分校，然后后来又到国外去。我很怀疑他所接触的圈子都是中国的上层的圈子，或者说至少是中产阶级拿铁饭碗的这些人。这些人又是中共的既得利益，看病都是公费医疗的。他不知道很多的家庭生病了就得等死。这就像那个华晨莹说的，你们说中国人被压迫了，我作为中国人，我怎么没感到被压迫呢？对吧？这是华晨莹的原话。
我也是14亿分之一，我的同事也是14亿分之一，我们在这儿的中国媒体的记者也是属于14亿人民。我们怎么没有感受到任何压迫？我们为什么觉得当今生活在中国特别的幸福、安全、自豪和骄傲？你当然体制内当然没有感受到被压迫了，难道所有中国人都能享受到体制内的特权和待遇吗？北京本来就已经是全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之一了啊，又是一个权贵阶层集中的地方。我不是说所有北京海淀区出身的人都这样啊，我身边的朋友、小学同学、中学同学也有很多不是小粉红的，但是我觉得从他的出身背景、家庭教育啊，这各方面的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对他个人的现在的塑造一定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然后他又接触了外国的圈子，西方社会觉得很好啊，所以不排除他们真的相信共产党的叙事和共产党的理论，就是这些人都是反共分子，都是境外敌对势力，都是亡我之心不死。共产党已经很不容易了啊，让这么多人脱贫，把中国发展成世界第2大经济体，这些人还居然反对共产党，唯恐天下不乱啊！他们真的可能是这么认为的，而且这么认为又没有任何的安全顾虑啊，没有任何风险，同时还能获得很多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而我们这样的反对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对吧？处处让自己处于危险境地，连回国探亲都回不去了，跟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政府去对干，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到，过去改革开放时期，这些人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是中国会一点一点变好，他给大家带来一种假象。我当时也绝对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反对共产党，甚至我会认为那些反共的人太极端了，太偏激了。我们还是应该多给共产党时间，让它变得越来越好。中国每天发展，当时我还喜欢看新闻联播，我说过每天都是好消息，这儿修了一座桥，那儿挖了一座井，某些地方生活水平、福利待遇又提高了多少，你会觉得这条路是对的。哪怕在自由权利上面受到一定的压制，可能我也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代价，不可避免的成本啊。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讲，因为我没有受到任何迫害，所以我也不太在乎，咱们实话实说啊。但是在过去这10年发生的一切，我想应该让很多人都改变了看法跟态度。89年就开始反共那批前辈，他们算是有先见之明啊。你说你后知后觉吧，可以，没问题，对吧？我是大概2012、13年大概觉醒的啊，大概3年4年之后啊，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彻底绝望啊。那你说你更后知后觉，那也没关系，对吧？怎么着到2018年，你应该觉醒了吧？习近平正式修宪，永久连任。当然那个时候会觉醒一批人，然后再后知后觉的人，你再怎么着到2019年、2020年疫情、封城、清零，那个时候你再觉醒吧，对吧 ？OK， 都经过这么多轮了，你到现在还不觉醒，到今天2024年了还不觉醒，那我真的觉得有点无药可救了。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还要等到中美开战真正打起仗来，他们才可能觉醒。就像当年的大清帝国的臣民一样，大家还是没有觉醒，直到甲午战争，那个时候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打起仗来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了，这个时候中国人才觉醒。但是我要强调一点，即使那样的话，也不是所有人决定了，就算经历了戊戌六君子，觉醒的人总是少数啊，仍然占这个比例是小部分觉醒，但是至少比过去要强很多。总之，看到像邹宏基这样的北京小粉红在哈佛大学攻读公共政策，我愿意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觉醒。但是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往前推着走，或者说必须对他们进行敲打，让很多的粉红玻璃心碎一地啊，让他们三观尽毁，对吧？让他们发现这个世界怎么不是我想象那个样子，这样的话他们才能重新建立自己的价值观，把过去共产党灌输给他们的那种毒素给排出体内。所以这样的抗议活动，特别是接触到学界、商界、政界、上层社会的抗议，我觉得多多益善。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的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已经完全觉醒了，至少他们已经认清了中共的真面目，不再对中共党国有任何幻想。他们知道这个党国体制一定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断的制造灾难，侵犯自由，甚至把手伸向全世界。
而这个时候，任何有责任感的、想要捍卫自由民主世界的有识之士，都一定会站出来发声，站出来反对。就在昨天，我也讲过，美国国会正式通过了9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给到3个盟友：乌克兰、以色列、台湾。同时，他们还大比例的通过了禁抖音或者说剔除中国资本的要求。我们要相信时与势都站在我们这边。中共官员在自由世界，未来一定是走到哪儿都人人喊打。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